欢迎收看老赵爱音乐，触动新乐章，感动新力量。我是雅文，我是赵成，老赵的赵。刚刚这首曲子我很喜欢，叫线上感恩。是，我就常听人家说，凡事要谢恩，对不对？对，其实不容易啦，特别在困难的时候，除非你有很大的信心。那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生命的经历，不然不会凡事谢恩啊。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前些日子也有很多朋友说哪一首曲子啊，怎么样啊，哪一个分享啊，他有感动，然后分享给朋友，刚好朋友在那个困难的处境，所以其实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可能你觉得很多我们的分享可能对你有帮助，我相信可能也对人也有帮助。我们借着这个平台可以分享，让更多的人也因着我们曾经有过的困难呢，也带来给大家一个不同的看见，甚至因着你的转载，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刚说到那个凡事谢恩曾经听过我们，甚至我常在我们老赵里面听我们故事，就知道我们曾经有一阵子很惨的生活，就是被骗啊，为了孩子啊，然后之后因为信仰但是不是说进到这个信仰里面我们就立刻就好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经济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困难。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学音乐的关系马上被教会知道嘛就要我去参加类似像合唱团、敬拜团这样敬拜团就是星期天的早上要很早就去练习，然后那一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你就叫住我，因为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不优因为有时候都只有靠雅文微薄教钢琴的学生来维持那个礼拜的生计。很巧的，你叫住我，就是说这个礼拜呢，你的学生几乎都要考试啦，所以都跟你请假。换言之呢，我们是收钟点费过活的，那接下来的戏那个礼拜眼看就没有收入。你就问我说我身上还有没有钱？我摸一摸剩下200块，想一想我也没办法，好像我们就做了个祷告，我就去，然后去到教会。其实还真的，我觉得音乐不管你是陶冶人性也好，就是说在诗歌里面，你就好像感受到被很大的激励，你就很开心啊，跟人家唱啊跳啊，可是你就发觉那个台下斜对角有一个人一直瞪着你看，你知道吗？你眼角那个余光看见，就有一个人为什么一直在看我这样？那你也不疑有他，只是收敛一点说我不会动作太大等等。然后后来整个聚会结束之后，当我下到台下的时候，台下的时候，他从那个斜对角就冲过来，你知道吗？把我给吓一跳。那他手是握紧的，我心里面还在想说，是不是我真的那个动作太招摇以至于他真的是看得很不爽，有点意见。会不会发生什么教会的打人事件呢？我甚至手还准备不是要打他，我这要挡一下，如果他拳头过来，当他跑到我正前面的时候，我还来不及会意的时候，他握拳的手竟然放到我的裤袋里面，然后另外一手贴着我，然后讲了一句我当时没有办法，他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需要，但是我刚有感动，如果你有需要你就感谢那个爱我们的那位神，这样，然后手就跑掉了。我还会意不过来的时候，我把手伸下去，我发觉那是钱。当我拿起来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就鼻头就开始酸了，因为当天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剩下200块来过活，就除了你、我还有我们祷告的神嘛。那一张几千块的，真的是让我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好大的感恩，不是我家财万贯可以感受的，而是在当你觉得穷乏过不去的时候，却有一个让你感受得到、看得到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困难当中才会知道神的恩典跟神的供应。当赵成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人会遇到一些困难，可能难以启齿。也不知道怎么跟旁边的人讲，但是有一位无所不在的神，他看见我们每一个需要，他知道我们里面那个说不出来的苦情或是那个尴尬，然后神就会调动万有来帮助我们。
也因为我们曾经接受过别人的帮助，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们也有一个生命的学习，就是虽然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帮助，我们也体会了那个有需要的人的感受。当现在我们有能力跟别人分享、去祝福跟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更合宜的态度去面对需要被帮助的人，因为我们曾经体会过这种感觉。我想神真的是叫我们经历到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都得着益处。也但愿老赵爱音乐的这个平台是一个散播祝福、散播爱的平台，让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成为与人分享的一个管道。赵晨跟雅文要祝福每一个朋友们能够懂得在生命中献上感谢，也许在困难的当下还是学习感恩，将来你会经历到非常不一样的突破。祝福大家，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拜拜。